大家好，今天是2023年5月9号。昨天比特币价格跌破$28,000，很多朋友也在担心比特币牛市还在吗？或者今天利用比特币月线里面这一个交易者动态指数来跟家人们分享一下，目前牛市是还在里面到底有哪一些技术知识点，或者等下也来跟大家聊一下，就是买点的位置，你不然尽量等周线的这一个买点，因为上一次1月份出的这个买点也是事隔1年多。这个指标在周线里面买点的参考性是高达80%到90%现在已经是4到5个月都没有再给出这个蓝色买点的信号。包括这几天也是有朋友在担心币安交易所比特币流出，包括当时1月份的有一只金鱼，最近也是不是在卖出？等下来跟大家探讨。复盘之前可以对我们的 YouTube 也给我们邀请链接注册交易，或者由于我们邀请链接注册过的朋友也可以加入我们 Discord 社群，上面有更多程序交易的买卖信号。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哈希瑞本指标在周线里面，现在是感觉还没有死叉要等的朋友不然就等看什么时候在周线里面，它这个指标一般要出买点的位置都是事先会有一个死叉，就是放红的位置。比如说1月份也是这个位置，死叉完以后放红，放红以后就是在这个位置你去追都会有利润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比如说2021年的这个位置也是在高点回撤到3万美金附近以后，它这边死叉，后面是在这一个位置出的买点，现在还没有死叉。我们最近尽量就观察它，如果真的要再去摸这个大头肩底的颈线位置有没有可能死叉，这个位置也是很重要的一个支撑区。如果是能在这个位置撑住的话，到时候看要不要再开一些杠杆的仓位那我们可以看一下2019年也是一样，这个位置它是前面有死叉，死叉一般如果是长达1年多的下跌，如果开始崩盘的位置有看到死叉，要开始兴奋不一定要等到真的蓝色买点出来的时候，因为抄底的指标有非常的多，所以包括不管是 KD 还是 RSI 在底部很低的位置20下方都是非常超卖的一个区间。超卖，什么是超卖？就是别人在恐慌你要贪婪的一个位置那我们看一下它后面的一些2次或者是3次4次的买点，间隔的时间一般都是很长像这个位置2019年到2020年都已经间隔快接近1年多。那我们可以看一下，比如说这个位置疫情爆发以后，它这边不是出了一个买点，这个买点的位置后面是有8倍的一个利润，但是我们要去观察一下它下一次的买点，就是这一个距离也是接近好几个月它这边是有死叉的位置，死叉的位置才会下一次放出这种买点的信号，所以我们尽量就等嘛，什么时候有这种买点的信号，到时候看要不要再追。然后想跟大家聊一下，就是这一个币安最近7天以来这一个比特币的变化。不过也是有看了一下币安的一些公告，他们是讲链上的一些网络变化可能导致这个钱包看起来好像是币安交易所里面的余额是在往外转出。那我们要思考一下，如果是网络的一个变化，为什么 OK 的或者是其他的 Coinbase 的变化，或者是像这些其他的一些 Gemini 或者是 Kraken 变化并不是很明显所以我们要思考一下，最近是不是有金鱼主力在制造一些恐慌的情绪，让很多散户感觉是不是又有什么 FTX 交易所危机。那我们可以看一下链上的数据，比特币钱包100的排名，可以看一下就是这一个14名的 Binance Cold Wallet， 它是一个冷钱包就是最近流出了接近8万枚。我们可以看一下流到哪一些位置像这几个钱包下面也没有标注是不是币安的钱包，流出到这个地址也是有1万多枚，排名第4的，或者是16名的这个地址是最多的4万多枚。然后其他的我感觉不重要，我们首先要怀疑是不是哪一只金鱼在制造危机，因为我们可以看一下1月份有一只金鱼，当时视频有跟大家提过，比特币那时候还在1万接近7000美金附近，因为当时也是有发现2只金鱼，包括这只金鱼1月4号的时候是首次从来都没有买过，买了13800多枚。然后这几天在5月7号的时候它是转出了，我不知道它的一个意图是不是大主力的钱包，它是有1万多枚是转到也是这一个地址，
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那1万多枚它是转到48名的这一个钱包地址，是不是备案的？是不是在卖出？现在这个地址也是有17000多枚。我个人观点，有可能就是鲸鱼在制造恐慌事件。如果像币安公告发的一个说明，有可能最近是网络问题产生的，但是刚刚也是跟大家讲的 ，OK 或者是其他的一些交易所并没有看到大幅的一个变动，所以也是不排除是不是有鲸鱼最近在制造一些事件，真的把这个币提出来，然后提到自己的一个钱包，让很多人感觉是不是比特币是不是又要开始走空头？那我们来看一下月线的这个交易者动态指数这个动态指数有一点类似那一个布林线通道在月线里面，而且一般如果有这种时差长达1年多的低点，特别是这一个时差的最下方的一个位置，接近这个下轨的位置，这是15年的一个底部，是很接近这个下轨的位置。包括19年的这个低点时差也是长达1年多，接近这个底部的位置。然后这一次22年的一个位置也是一样，时差非常接近这个下轨位置的时候，有可能就是底部，因为它这里面的时间我感觉参考性也是非常的高。然后现在是观察一下指标已经金叉了，在月线里面有这种金叉的级别，反正我个人观点，目前牛市是还在19年的这个位置，牛市金叉完以后，它会再时差，到底是干嘛？然后15年的时候，这个位置金叉是没有时差，它是相对一波比较平缓的一个慢牛，有可能就是类似这种位置，它目前是在横盘，现在的月 K 线也可以观察一下。上去的话，其实这2根我感觉都是在横盘目的为了什么？因为现在还没有过这个中轨所以现在连中轨都还没过，有可能就是这边会整理很长一段时间。那至于短线的一个走势，我们要怎么来判断？前面2天不是有跟大家讲过，欧美主力比较看重的一条是20的均线，还有一条是50的均线要时差，现在是正式时差。然后我们来看一下亚太主力比较看重的这一条均线，也就是60 MA， 目前是还在向上的结构，也是不排除这个位置会不会继续箱体震荡。至于这个位置到底会不会破，昨天是有跟大家讲到，其实这个上影线的高点是有很重要的一个支撑，如果真的破的情况下，也是不排除有可能真正如果下一次要开单的点位，期货要开单的点位是在这个位置。那期货的朋友短线要开，其实最近是会非常的累一个是目前20 MA 是向下的结构，而且是不利于我们散户，因为这一条是我们散户的生命线，它现在价格是在20 MA 下方。那短线有没有止稳的迹象？目前是没有看到，一根下跌，第2天都没有收盘遇到抵抗。你如果收盘要遇到抵抗，应该是要收在这个下跌 K 线的实体里面。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高点的时候有一个空方插入线，或者是空方吞噬下来，就是重心最近是不断在下移，不然我的观点是尽量观察吧，这个矩形到底会不会破，最后还是一样可以对我们留出。